他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间谍，能易容成上百种人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做黄昏。东国和西国对立已久，近日东国的间谍拍到了外交大臣戴假发的丑照，而就在交接任务时，黄昏伪装成东国的特务头领艾加德，骗走了丑照以及底片。随后他利落地和艾加德女儿卡莲分手，将用来接近敌方的名为罗伯特的面具抛弃。在他成为间谍的那天，就注定和结婚生子的平凡生活彻底无缘。不久前，西国的外交大臣遭到了东国极右派的暗杀身亡。为了查明东国的真实目的，西国决定派出黄昏执行此次代号为萧的特别任务。在站台和接头人交换完情报后，黄昏登上了前往东国柏林特的列车。报纸上是写着此次任务的密文：东国国家统一党党魁唐纳文是威胁东西国和平的危险人物，黄昏的任务是接近唐纳文并刺探出对方的可疑动向。为此，他要先结婚生子。黄昏一口咖啡全喷在了报纸上。什么东西？唐纳文小心谨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只会定期参加儿子就读的伊点学院举办的家长会。于是这场家长会也成为了政商界大佬们的社交场合，所以黄昏必须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就读，借此参加家长会。而且由于开学时间将近，他只有1周的准备时间。黄昏忍无可忍，一把撕烂手里的报纸，居然让他7天内生个孩子，开什么玩笑？黄昏叹了口气，反正他早就舍弃了身份和姓名，扮演一个孩子的父亲也不是什么难事。来到柏林特，黄昏摇身一变成了名为洛伊德福爵的精神科医生。租下了一间没有窃听器和逃生路线有保障的房子后，他来到当地孤儿院，提出领养孩子。这间孤儿院环境非常恶劣，院长是个醉醺醺的邋遢大叔，但越是这种底层的孤儿院，孩子们的来历就越是不明，经历篡改起来也就越简单。鉴于之后的任务，他希望能领养一个识字的孩子，于是院长将名为阿尼亚的女孩推给了他。这孩子诡异又不讨人喜欢，院长巴不得他赶紧被领走。黄昏觉得女孩年龄太小，阿尼亚开口就说自己已经6岁了，觉得他不高，就努力踮脚尖，还为了证明自己填出了报纸上颇有难度的填字游戏。见此，黄昏毫不犹豫地收留了阿尼亚。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阿尼亚藏着一个惊天秘密。这个小女孩会读心术，所有人在她面前都没有秘密。黄昏世界最强间谍的身份，阿尼亚见到他的第一眼时就被揭穿了。然而这孩子看多了间谍动画片，居然觉得非常刺激。将阿尼亚带回家后，黄昏嘱咐他对外就说自己是他的亲生父亲，带上阿尼亚上街采购。黄昏有意要和阿尼亚扮演平凡的普通妇女，然后就因为没有带孩子的经验，鸡飞狗跳，闹出了不少笑话。黄昏觉得这孩子看起来不大聪明，于是盘算着再去领养一个。听到他全部新生的阿尼亚直接被吓哭，世界最强特工竟然被一个6岁的幼女折腾到怀疑人生。一脸生无可恋的黄昏，一手抱着阿尼亚，一手抱着一大堆育婴手册回家。他需要说明书才能理解阿尼亚那一连串不合常理的举动。不过黄昏也没打算真的去当什么模范父亲。任务结束之后，他还是会把阿尼亚送回孤儿院的。为了准备之后的入学考试，黄昏需要单独出门和线人见面，阿尼亚死活要跟着。在经历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捉迷藏之后，黄昏用柜子把阿尼亚堵在了家里，这才顺利从线人那里得到了伊点学院的报名表、准考证和入学考题。线人还顺便查出了阿尼亚之前的记录，出生信息、父母年龄全都不详，只知道他在这1年中被领养了4次，又全部弃养，孤儿院也换了2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阿尼亚和黄昏还挺像的。黄昏这边因为任务忙里忙外，却不知道阿尼亚在家里给他闯下了偷天大祸。阿尼亚因为无聊破开密码锁，打开了他的通讯电台，而好巧不巧，电台发出的电波被东国的间谍组织拦截并翻译，因为假照片而记混黄昏的艾加德被这一嚣张行为气得脸红脖子粗，当场派人去逮捕黄昏。玩够了的阿尼亚害怕被灭口，赶紧把道具收拾干净。他知道一旦被发现是超能力者，他就又会被抛弃。黄昏回到家中，敏锐地发现了堵门的柜子被移动过的痕迹，有人进来过。2个特务埋伏在屋内准备偷袭黄昏，然而在世界最强特工面前，完全就是雕虫小技，不到5秒就利落地将人打趴。观察了一圈屋子后，黄昏心里有了判断，阿尼亚被掳走，他的间谍道具也被翻了出来，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最应该做的应该是躲起来。至于阿尼亚，不应该去救，这种小孩子要多少有多少。而就在黄昏俯身捡起阿尼亚玩偶的瞬间，一根铁棍从身后砸向了他。阿尼亚果不其然被艾加德绑走了，对方打算用他要挟黄昏交出外交大臣的假发照片。没过多久，监视屋子的特务小阮顺利绑来了黄昏，而就在头领得意洋洋掀开头套之时，却发现头套之下的才是小阮本人。至于伪装成小阮的黄昏，早就抱着阿尼亚溜之大吉了。虽然黄昏带着伪装，但阿尼亚一下认出了黄昏的真面目，顿时委屈地哭了出来。抱着阿尼亚，黄昏也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小孩子哭了，因为这会让他想起小时候的自己，那种没有任何人愿意伸出援手的孤独和绝望，以及只能不停哭泣的无力感。他下意识地把阿尼亚与自己认为已经舍弃掉的过去重叠了。黄昏不愿意再把无辜的孩子牵扯进来，他骗阿尼亚去找警察帮忙，实则是准备再将他送回孤儿院。黄昏一把扯开面具，重新走回大楼，
他终于想起了自己成为间谍的初心，那就是打造一个不会让孩子哭泣的世界。黄昏布下面粉陷阱，让追捕他的特务不敢开枪走火，趁着烟雾的掩护干翻一大片后，将枪抵上了艾加德的后脑。他以对方的女儿卡莲做人质，威胁艾加德今后不准再找他的麻烦。走在路上的黄昏正构思着不需要小孩也能完成了计划。原本跑去警察局的阿尼亚却突然扑上来抱住了他的大腿。在会读心的阿尼亚面前，黄昏可以说是没有秘密。阿尼亚知道他的父亲是个超级大骗子，但是他愿意跟这个帅气的大骗子回家。黄昏揉着阿尼亚的脑袋，那他们就回家吧。开学考试当天，题目对于小孩子来说异常的难，阿尼亚想抄别人的想法彻底落空。还好之前在黄昏的教导下背下了答案，成功通过了考试。黄昏兴奋地抱起阿尼亚举高高，然后就因为过度劳累一头栽倒。不久之后，伊甸学院寄来了通知书，第2次审查需要双亲陪同孩子前来面谈，而且不接受例外。但是这个家庭哪里来的母亲？这个时代，30岁不结婚的女性就会被当成间谍抓走。市政府工作的小姐姐们在休息期间闲聊着最近发生的一件怪事：市政大楼进了小偷，把存放女性资料的柜子翻得一团乱。一想到个人资料被别人翻过，难免会觉得恶心。接着话题又自然延伸到了情感问题上。27岁至今还单身的约尔成了他们当中的异类，或者说到了年纪不找男人结婚生子的女性都是异类，甚至还会因为独居问题被人举报当成间谍。同事卡米拉有意捉弄约尔，邀请他周6来参加自己举办的晚宴，而且务必协办。从没想过结婚的月儿不禁有些苦恼。到家之后，又接到了弟弟打来的催婚电话。姐弟俩的关系很好，所以弟弟对姐姐很担心。他最近有升职的机会，但又怕起来照顾不到姐姐，所以还在犹豫阶段。为了不耽误弟弟的前途，月儿只好谎称自己已经交上了男朋友，并且还会参加周6的同事宴会。弟弟害怕姐姐被坏男人骗，表示自己回去后问问卡米拉的伴侣，在没确定姐姐是真的获得幸福之前，他会暂缓自己的升职。月儿傻眼了，这下无论如何都得赶紧找个好人选当自己的伴侣。电话又响了起来，以为是弟弟的月儿想要澄清之前的话，不过打电话来的却是店长。皇家大饭店1307号来了位客人，需要睡美人前去处理。一瞬间，月儿的表情变得阴狠了起来。当晚，皇家饭店的13楼迎来了一位美丽的女性，月儿手持铁锨杀光了监察局的一众叛国贼。代号睡美人的月儿表面上是政府的公务员，但实际身份是一名素质超高的杀手。完成任务后，月儿为难的在卫生间清洗身上的血迹，唯一一件症状还因为这次行动扯烂了。一想起还得给自己找个伴，月儿觉得这比让他杀人都难。同样为伴侣发愁的还有潜入柏林特的间谍黄昏，白捡了个超能力女儿通过笔试，眼看着就能潜入伊甸学院接近任务目标，但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面试居然要父母一起出席。让情报员弗朗基假扮女性大失败后，黄昏迫不得已走上了相亲这条路。弗朗基从政府的资料库里拷贝了所有单身女性的资料，让黄昏挑选，但符合能接受离婚带孩子、具备与名校符合的高尚气质，还要能在48小时内办理结婚手续的女性，简直个大熊猫一样稀有。其实找女间谍同事合作是最方便的选择，可惜很多间谍都因为之前的狩猎间谍行动被杀了，再加上最近兴起了告密潮，人手严重缺乏，不少任务都扔给了他处理。黄昏快速浏览着厚厚一沓资料，希望能找出利害一致还有污点能掌控的女性，尽量的回避风险。弗朗基忍不住吐槽，单说风险呢，阿尼亚才是最大的那位，这孩子怎么看都不像是高贵人家的千金吧。黄昏头疼的扶额，只好先带阿尼亚去裁缝店定制衣服。等待的空隙正好遇上了前来修补礼服的月儿，悄无声息出现在身后的月儿引起了黄昏的警惕。月儿的资料也正好在那堆单身档案中，未婚且父母双亡，和弟弟一样都是公务员，经历没有任何疑点。他打量的视线自然被身为杀手的月儿察觉，以为是自己松懈的黄昏吓了一跳，急忙解释自己是觉得月儿长得好看，一见面就对自己抱有好感的帅哥万里挑一。月儿刚想鼓起勇气和黄昏约会，却没想到2碗尺寸的阿尼亚跑了过来，以为黄昏有伴侣的月儿赶紧收声，害怕当小三会被对方的伴侣杀掉。虽然他也能杀回去，会读心的阿尼亚瞬间吃了个惊天大瓜。什么漂亮姐姐是杀手，和他爹天造地设的一对啊！一听黄昏和月儿都打消了找对方做伴侣的想法，阿尼亚马上戏精附体，哭诉自己没有母亲好寂寞。黄昏也借波下驴的表示，阿尼亚的母亲在2年前过世了。一听自己不用当三儿，月儿马上红着脸，希望黄昏能扮演自己的男友出席派对。黄昏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作为交换条件，希望月儿能在学院面试时扮演一下阿尼亚的母亲。为此还特地的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想让女儿就读好学校的好男人的形象。被帅哥蒙蔽双眼的月儿当然点头答应。去便利店采购的路上，黄昏又接到了通过硬币传递的追加任务，周6晚上6点回收西兰国被盗的美术品，并摧毁走私集团。然而这个点正是他和月儿约定好的晚宴时间。任务要紧，黄昏用偷2件美术品为条件，诱惑了弗朗基当队友，准备速战速决去赶晚宴。月儿在约定地点焦急地等待着黄昏，殊不知他的约会对象正在枪林弹雨
雨中干翻36人，没输品到手，两人开车逃离现场。黄昏顺便拿走了一颗钻石，准备求婚用。一直等到7点都没见人的约尔以为自己被放了鸽子，但是为了维持良好的职场关系，他还是去参加了卡米拉的宴会。虽然解释自己男朋友有事来不了了，但在场的人都觉得约尔是个骗子。为了不让弟弟担心，约尔想要卡米拉的伴侣给自己说点好话，反而被卡米拉贬低了一顿。约尔顿时起了杀心，他环顾四周，来参加宴会的都是家庭美满的幸福夫妻，只有他一个不合群的异类。约尔自知自己不适合待在这里，然而就在他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满头是血的黄昏破门而入。黄昏忙昏了头，张口就说自己是约尔的丈夫，自己迟到是因为被精神科的病人伤到了。此话一场，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约尔结婚了，居然不告诉他们。黄昏赶紧解释是自己离过婚还有孩子，让约尔有所顾忌。卡米拉对约尔居然有这种优雅帅气的老公嫉妒不已，假意狡猾把刚出炉的焗烤扔向约尔，想让他出丑。没想到约尔居然用脚稳稳地接住了。卡米拉不死心的上去挑拨离间，说约尔之前做的都是不正经的工作。但黄昏不仅没有丝毫介意，还夸赞约尔了不起。父母早逝的约尔为了抚养弟弟不惜牺牲自己，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他并不觉得丢人或不耻。说完优雅地带着约尔离开宴会，结果刚上车，走私集团的残党就追了上来。黄昏谎称是自己的病人患了歇斯底里症在追杀他，天然呆的约尔居然还真的相信了。两人躲进巷子里，联手干翻追兵，一路躲闪。黄昏并没有怀疑约尔的身手，还觉得他能一脚踢翻人好厉害。逃亡的路上，约尔提出了想和黄昏结婚的提议，黄昏一个受惊直接扑街，什么东西？像她这样的单身女性，光是单身就会受到怀疑，而且能接纳她的人也只有黄昏了。为了双方的利益，他希望他们之后能正式的生活在一起。黄昏其实也本打算在面试之后向约尔提出结婚申请的，于是立马就答应了下来，准备今天就去办结婚手续。一掏兜，钻石戒指丢了，追兵也追了过来。黄昏拿着约尔找掩体躲避，捡起一颗手榴弹扔向追兵，单膝跪地，将插销当成戒指套在了约尔的手指上，在炮火和敌人的惨叫声中定下了终身。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精神外科的医生父亲真实身份是代号黄昏的间谍，政府公务员的母亲背地里是代号睡美人的杀手，从孤儿院捡回来的女儿阿尼亚其实是读心超能力者。为了各自的利益，三个人组成了模拟家庭，互相隐瞒真实身份，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自从上集的手榴弹求婚之后，约尔就搬来和黄昏同居。为了不引人怀疑，黄昏将两人的结婚时间改成了1年前。终于有个母亲的阿尼亚兴奋地带着约尔四处参观，约尔也耐心地对阿尼亚一一做出回应，毕竟俩人是假结婚，房间还是分开睡的。在约尔搬进来之前，黄昏和阿尼亚就已经把房间打扫出来了。虽然阿尼亚只负责打翻水桶添乱，以后这里就是约尔的家了。黄昏帮忙把东西搬进房间，准备慢慢等约尔收拾好，自己过来处理纸箱。结果不到2秒钟，约尔已经用无人能及的手速全部收拾好了。见房间里摆放上约尔和弟弟的合照，黄昏打算等阿尼亚面试完毕之后，就约小舅子见一面，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阿尼亚溜进房间帮忙收拾，刚碰到箱子，约尔赶紧上来阻止，里面放的可是他的武器和能毒死大象的剧毒。阿尼亚惊呆了，他的母亲好危险。收拾好之后，黄昏烤了小甜饼，和母女俩一起喝下午茶，随后开始进行伊点学院的模拟面试。伊点学院是国内顶尖的精英学院，面试时不仅是小孩，就连父母都是审查对象，家世的优劣以及品格的教养都是重要的一环。黄昏打扮成面试官，首先问阿尼亚姓名和家庭住址，阿尼亚一问三不知，问起节假日的娱乐活动，只有在家看电视。黄昏又问约尔报考伊点学院的理由，结果约尔一个紧张听成了死亡理由，说了一大堆恐怖的死法。又问起教育方针，约尔回答先下手为强。心累的黄昏忍不住吐槽，亏得他弟弟能顺利长大，10余年间谍经验，至今完成过无数任务的最强间谍，头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这样根本不可能通过面试，放弃入学算了。转念一想，他们这个家庭应该需要时间磨合，为了增加上流社会的见闻，黄昏决定全家出门逛街。女儿要和妈妈牵手，约尔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弟弟小时候的样子，他之前抱弟弟太用力，不小心折断了对方的2根肋骨。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心声，阿尼亚当场蹲在角落自闭，搞得刚刚还欣慰母女能融洽相处的黄昏一头雾水。第一站是陶冶情操的歌剧院，黄昏信心满满的朝旁一看，阿尼亚睡得不省人事，约尔憋得头冒蒸汽。第二站依旧是陶冶情操的美术馆，阿尼亚指着画大喊光溜溜。约尔对断头台一见钟情，阿尼亚跑到小朋友专区画自己的间谍爸爸、杀手妈妈，结果因为太抽象没人能看懂。接下来一家人前往裁缝店给约尔
尔制定面试服，选颜色的时候，约尔偏爱黑色和红色，虽然其他颜色也很漂亮，但如果见到血的话就会很显眼。之后一家人又去了照相馆拍了合照。伊甸学院重视爱国教育，黄昏又带着老婆孩子去听政治家的演讲，周围的群众怨声载道，心声太过嘈杂，这让能读到心声的阿尼亚很快难受起来。黄昏只好抱着女儿远离人群。午餐的时候，阿尼亚完全不注重餐桌礼仪，约尔对锋利的餐刀情有独钟。资深间谍黄昏再一次感受到了挫败，果然他就不应该依靠他人，还不如他自己罗列出面试官可能会问的问题，让这俩人把答案背熟算了。见黄昏面色凝重，还不停的碎碎念，约尔主动提出了去散心，远离人群的郊区公园，极大程度的缓解了黄昏的焦虑。阿尼亚也偏爱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而就在这时，黄昏突然看到下方的街道上有人抢劫老婆婆，遇到当街抢劫怎么办？父亲带着女儿事不关己，母亲直接冲下护栏，大喊给我站住！然而等他追下去时，小偷已经不见了，黄昏也只好抱着阿尼亚跟了下去。小偷很明显是个老手，一瞬间就混入人群找不到了。见黄昏有些遗憾，阿尼亚主动发动了读心能力，在下方的人群中搜索。然而人群中的声音太过嘈杂，阿尼亚只听了一会儿就难受的流了鼻血。而就在此时，他听到了一道不同寻常的声音。阿尼亚伸手一指小偷路过的蛋糕店，表示自己想吃蛋糕。聪明的黄昏也正好顺着阿尼亚的手指发现了混入人群的小偷，将阿尼亚交给赶来的约尔之后，黄昏直接从桥上跳下，一把将小偷摁倒在地，吃牢饭去吧你！摆脱围观群众报警后，黄昏带着老婆孩子将钱包还给了老婆婆。老婆婆高兴地感谢夫妻俩给她找回来给孙子买礼物的钱。看着因为被感谢而暗自高兴的黄昏，阿尼亚得出了父亲是傲娇的结论。今天发生的事也让黄昏收拾好了好好工作的心情，看着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老婆婆也欣慰地笑了。回到家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模拟面试，再问起娱乐活动，阿尼亚回答得非常棒。问起如果好朋友做了坏事怎么办，阿尼亚回答从上面跳下去打倒他，然后送他去吃牢饭。黄昏心累的让阿尼亚赶紧忘了这件事，结果被女儿一句好帅气夸得满脸通红。约尔端来了泡好的茶，好歹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也算是有1%的进展了。这绝对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学校，考验的不仅是学生，甚至还有家长。如果你不能全程保持优雅，就会被当场踢出学校。今天是佛姐一家的决战时刻，一家人检查完毕，整装前往伊甸学院面试。作为国内最顶尖的学府之一，今天来参加面试的学生非常的多。刚刚踏进伊甸学院的门，黄昏就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监视，或者说进入这所学院的所有人都在被监视。两旁的窗户边站满了教职工，他们正在通过观察面试者的一举一动来进行评分，判定他们是否适合这座学校。黄昏立刻让约尔和阿尼亚保持警惕，从他们踏入学院的那一刻，考试就已经开始了。仅仅是进入学校这一关，就有很多学生被淘汰。伊甸学院的院长极其注重优雅，没有品味又不优雅的家庭没有资格踏入学院。而这时校长注意到了佛姐一家，这一家不仅看上去优雅，居然还正在向初代校长的雕像行礼。作为亲密特工，黄昏扮成对方理想中的人物，简直手到擒来。天哪，这一家是何等的优雅！校长急忙让手下调出这一家的资料。不过一看阿尼亚跟狗爬一样的字儿和30分的成绩，校长决定再观望一下。好不容易过了第一关，一家人在前往会场的路上，突然遇到小胖墩卡下水道的突发事故，没有人愿意过去帮忙，这又很明显是考验的一环。黄昏一个示意，阿尼亚就走上前主张见义勇为。小胖墩不断挣扎，导致污水四溅，黄昏就毫不在意的一脚踏进下水道，将小胖墩拽了出来。不过这也导致他也被溅上了污水。校长非常失望，穿着满是污渍的衣服，可没法通过他们的面试。刚想把这一家赶出去，却没想到黄昏当场拿出备用西装换上，这是何等的优雅！校长又激动又不甘，孩子是在家长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坚信30分的孩子的父母应该也只有30分。这个可恶的黄昏一定是在伪装。第3关考验紧随其后，饲育室的大批动物突然出逃，朝着人群冲撞而来。黄昏大吃一惊，赶紧抱起阿尼亚逃跑，是想要通过突发情况看清他们的本质吗？一旦陷入恐慌，就可能正中下怀。其实不只是家长们，就连校长本人都惊呆了，他可没有安排这种危险的考验，也就是说这是真正的突发情况。要知道这里面可是有很多大人物的孩子的。校长赶紧派人前去援救，财务官的孩子突然摔倒，眼看就要被牛群踩踏，千钧一发之际，黄昏救出了孩子，不过自己的衣服也被扯烂了。阿尼亚又因为混杂的人群感到不舒服，必须要赶紧将暴乱兽群解决了。月儿面无表情的冲向兽群，仅2周点穴，健壮的公牛首领当场倒地不起。黄昏和阿尼亚都惊呆了，就连兽群都被吓得连退10里。感受到了公牛害怕的情绪，阿尼亚走上前安慰了牛，终于让兽群平静的离开了。这是何等的优雅！校长浑身颤抖，撞开门板狂奔下楼，向佛姐一家解决这次危机表示感谢。为了收拾局面，学院将推迟面试时间，校长让他们收拾好仪容再去会场，成功避免落选。黄昏让校长不用担心，他们预料到了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于是还准备了一套衣服。这已经不是优雅，而是可怕了。就这样，佛姐一家
家成功进入正式面试。黄昏事先在会议室中装了窃听器，切实感受到了面试的严苛。不管是潜入穷凶极恶的犯罪组织，还是停下仅剩1秒就发射的大型导弹，都没有这一刻来的如此紧张。这种将成败交于他人之手的恐惧，佛杰一家的面试正式开始。面试官一共有3位，老实保守的马尔卡姆社长最好对付，只要态度诚恳，给出符合常理的回答，就有希望加分。第一个问题就是再婚父母的夫妻关系。黄昏面不改色的编造了一段和月儿的美好过往，月儿也从心底对深爱女儿的黄昏感到认同。幸福的夫妻关系惹来了第2名面试官失望的嫉妒，对方是前任校长的独子，走关系进的学院，为人傲慢贪婪，因为上个月刚和妻子离婚，并失去女儿的抚养权，所以在面试中一直对别人的家庭乱发脾气。第2个问题，选择伊甸学院的原因是因为贵校老师拥有极高的教学水平，一定能给他的女儿带来最好的教育。黄昏优雅的回答让第3位面试官校长大人非常满意，不愧是他看中的男人。第3个问题，阿尼亚在父母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孩子？黄昏的闺女自然是百般赞美，又问起月儿对阿尼亚的教育理念，月儿如实回答，她并非孩子的生母，起初她会为了讨好阿尼亚而惯着她，不过为了孩子的未来，她也会严厉起来。面试官又问起了家庭料理的事，月儿一下就紧张起来，因为她除了打扫什么都不会。黄昏主动接过话头，表示料理都是她在做，这可让史旺逮着机会嘲讽，居然还有不会做饭的妻子吗？黄昏非常维护月儿，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他擅长做饭，月儿擅长打扫和照顾孩子。史旺就觉得这本来就是女人该做的事，对女性的贬低让黄昏非常不满，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明明月儿并不是他真正的妻子。史旺非常讨厌这种俊男美女的美好夫妻，打定主意要刁难他们。马尔卡姆赶紧打圆场提问孩子，首先就是姓名、地址、爱好这种早就练习好的平常问题，阿尼亚很顺利的回答出来。阿尼亚在面试的时候差点曝光了亲爹的秘密，老师问他入学之后想干什么，阿尼亚脱口而出，我要揭穿组织老大的秘密。黄昏人都傻了，赶紧打圆场，表示阿尼亚对处于顶端的校长非常感兴趣，小年纪就有如此志向，非常优雅。在黄昏的帮助下，阿尼亚成功说出了校长的全名。那么为了他的目标又该付出怎样的努力呢？阿尼亚正义凛然，凭借自己的本领求生，与死亡相伴，锻炼自己。校长大吃一惊，这是何等的决心，他太小看这个孩子了。马尔卡姆赶紧转换话题，问阿尼亚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阿尼亚说这个简单，那当然是简直不能太厉害的心理医生。又问起父母在阿尼亚心里的分数，阿尼亚说都是满分，他最喜欢爸爸妈妈，想永远和他们在一起。失望最讨厌这种幸福的场合，非要阿尼亚把月儿和他的生母做比较，不回答就扣分。黄昏眼神不善，虽然不清楚阿尼亚为什么会在孤儿院，但他的亲生父母可能都已经去世了。黄昏扭头一看，发现阿尼亚已经哭了出来。失望一看正中下怀，立刻煽风点火，一个劲儿贬低阿尼亚和月儿。哎呀，孩子素质不行啊，果然还是更喜欢金妈妈呢。月儿当场脸色黑沉，开始活动手腕。黄昏不断劝自己要忍住，反正他们不过是虚有其表的家庭，这点重伤根本不痛不痒。嘴臭完的史王一扭头，对上黄昏面如修罗的脸和挥出的拳，一阵巨响之后，面前的桌子被黄昏一拳砸碎，凹陷中间躺着一只可怜的蚊子尸体。黄昏道了一声失礼，扭头就走。如果侵辱孩子是贵校的教育理念，那就是他选错学校了。失望顿时火冒三丈，大喊着他们休想入学，靠着父亲的身份，连校长都不放在眼里。回想起黄昏说过仰慕学校的教师，校长心生愧疚，想当权者阿谀奉承的他不配成为教育者，遂一拳干翻失望。回到家之后的黄昏一脸生无可恋，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做出那种举动，落榜是铁定的了。阿尼亚一个劲儿和黄昏道歉，都怪他考试没有努力，如果任务失败，他没能去上学，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结束了，现在的生活也会化为虚有。但他们能通过面试的希望实在渺茫。月儿安慰黄昏，毕竟校长和马尔卡姆都是好人，说不定他们真的能通过。而就在他们一家3口喝茶相互打气的时候，全家福的照片啪叽从墙上掉了下来。任务的成败究竟如何？黄昏为了给阿尼亚出气，痛殴蚊子，威胁无良老师。今天是伊甸学院放榜的日子，虽说可能入学无望，但一家人还是觉得去碰碰运气。结果一路上不是手链断了，就是遇到黑猫，阿尼亚甚至还踩到了大便，总之就是各种不顺。而到了伊甸学院一看，长长的录取名单上果然没有阿尼亚的名字。西国第一间谍千面特工黄昏在维系东西国和平的重要任务上彻底败北，一家人脸色难看的离开了学院。而就在这时，校长叫住了他们。校长对黄昏透露了不对外公开的备取名单，阿尼亚赫然排在第1位，只要正取名单中有1人放弃入学，阿尼亚就会立刻被候补录取。黄昏不明白自己当时明明做了那么失礼的事，为什么还会被录取。校长却表示，黄昏的行为明明是在蚊子的威胁中救下了史旺老师。你知道地球上杀人最多的生物是什么吗？是蚊子呀，蚊子！只要有1名空缺，阿尼亚就能入学，但如果1名都没有呢？月儿心中一紧，已经开始想象自己为了名额去杀人的场景。阿尼亚吃到惊天大瓜，差点绷不住。校长安慰一家人，每年一定会有几个人放弃入学，也就是说，阿尼亚的入学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不过
他可能会因为揍了前校长的猪头儿子而被调职处分。不过校长并不后悔，他守住了伊甸学院的荣耀。他不知道黄昏已经在盘算把碍事的失望除掉了。3天之后，电话铃响，黄昏一阵风一样冲过去接起电话。阿尼亚被成功录取，黄昏兴奋地举起阿尼亚，任务中的第一步总算是成功了。弗朗基第一时间提着酒过来庆祝，酒喝上头，弗朗基一个直接在饭桌上把自己偷答案的事说了出来。还好玉儿已经醉得啥也记不住了。弗朗基怂恿阿尼亚跟黄昏要礼物，黄昏也表示会尽力满足阿尼亚。没想到阿尼亚不想要礼物，而是想模仿间谍动画玩公主城堡拯救大战。黄昏当场驳回，这绝对不可能。阿尼亚哭唧唧，弗朗基跟着煽风点火。阿尼亚想去的纽斯顿城堡最近被改造成了动画主题乐园，还可以包场出租，因为没有政府的管制，玩得过分一点也不会有问题。再说好不容易都录取了，不庆祝一下怎么能行呢？黄昏刚一松口答应，弗朗基立马跳起来说走就走，他现在就去预约城堡，让黄昏准备交通工具。于是很快，西国间谍总部收到了黄昏发来的电报，任务进展顺利，现在他需要一架飞机。西国第一间谍的所有要求都被当作重大事件处理，女指挥二话不说派出飞机，黄昏带着一家人加弗朗基飞往城堡。城市的夜景尽收眼底，然而到了城堡，阿尼亚却并不开心。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的城堡算什么城堡？他不开心就没法上学了。黄昏当即向总部要求支援人手，于是东国所有谍报成员立刻赶赴纽斯顿城堡执行代号枭的紧急作战。一瞬间，城堡里衣香鬓影，热闹非凡。黄昏上台，表面上正常发言，暗中用摩斯电码向同事们传递消息，意思就是为了最高任务好好当工具人，待会儿听弗朗基指挥。爆炸头伯爵绑架拉尼亚公主，他们要扮演伯爵的手下，阻止路易德曼特工营救公主。台下的间谍纷纷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虽然完全听不懂，但并不妨碍他们行动，而且能和西国第一间谍对决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更别说弗朗基还决心玩一票大的，让手下们不择手段也要阻止黄昏。接到命令的特工们一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营救公主大作战正式开始。弗朗基驾着阿尼亚上了缆车，黄昏也紧随其后。接下来他就是洛伊德曼特工，为了抢回公主进行各种困难挑战。第一关是庭院问答，如果回答不上来阿尼亚公主提的3个问题，就得穿上洛伊德曼变装套装。黄昏打死都不要穿这么羞耻的套装。然而前2题一对一错，胜负都在最后一题上。现在阿尼亚最想要的是什么？黄昏灵机一动，最想要的当然是间谍全套周边。却没想到阿尼亚现在最想喝水。问答失败，黄昏羞耻地穿上了变装套装。阿尼亚高兴的原地蹦跶。弗朗基和阿尼亚飞走，黄昏通过隧道传动到下一关，在弹球和反派们的阻拦下冲过庭院。黄昏极其帅气地躲避着弹球和烟花，制服对手冲到阿尼亚面前。然而大反派又挟持着公主飞上了高塔，高塔内部迎接他的是密集的枪弹攻击。黄昏扔出弹球，夺过枪支和敌人中门对狙，单枪匹马地解决了所有埋伏的敌人，追到塔顶，解开腰带当滑索，在一片爆炸中优雅无比地来到了王座之前。此时已经是最后一关了，所有间谍赶到现场，一见自己要在同事面前上演这种丢人的小短剧，黄昏再次羞耻地红了脸。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任务。黄昏结结巴巴地说出了洛伊德曼的台词，却没想到这场戏还没演完，最后出场的居然是约尔魔女。喝醉了的约尔那是六亲不认，上去一脚就把自己老公脸划出了血，整个人气势猛地暴涨，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想抢走阿尼亚的人。约尔的近身格斗凶猛无比，就连黄昏甚至都防不住，眼看就要被干掉，结果约尔自己脚下一滑，然后原地睡了过去，一拳锤飞战五渣弗朗基。黄昏耳朵通红地走到阿尼亚面前，他来救他的公主了。阿尼亚心满意足地扑进黄昏怀里，满天的烟花在城堡上空绽放，间谍们陆续撤离。阿尼亚靠在父亲怀里，离开孤儿院的每一天，他过得都很幸福，他一定会努力上学的。第2天，间谍总部上司收到了黄昏8000达克的报销账单，行动代号枭，入学行动确认成功。阿尼亚以候补第一成功进入伊甸学院，于是一家人来到学院制服的指定专卖店定制校服。老板娘一听黄昏不是伊甸学院毕业的，立刻神色严肃地让他们小心。在历史悠久的伊甸学院里，校友和非校友家长之间的隔阂会造成孩子的歧视和凌霸，还有什么奖学生嚣张跋扈、住宿生和通勤生不和等等问题。因为能念伊甸学院的家庭都很有钱，甚至还会频繁发生通勤生绑架事件，把阿尼亚吓得哭唧唧地表示自己不去上学了。盯着完阿尼亚的全套制服，黄昏面无表情，内心却在滴血。养孩子真烧钱。一出门，阿尼亚就紧紧扒住黄昏的腿，害怕自己被绑架。
黄昏提议今天在外面吃饭，实则是去餐厅接受间谍暗号。5天后14点前往秘密基地地召开作战会议。5天后，阿尼亚的制服定做好了，但正巧他今天要去开会，于是拜托月儿带阿尼亚去拿制服。黄昏闪进一家自助照相馆，投币之后验证身份，所在的地面下沉到了秘密基地。管理员希尔维亚已经等候他多时了。不提正事儿，希尔维亚先质问黄昏：前几天珍宝租界跟王宫家具租界的发票是怎么回事？是完全不把他们的预算放在眼里吗？没想到黄昏转头就又给他递上了新的发票。养孩子不容易，见谅一下。今天的目的是确认肖行动的第2节的内容。夜点学院全校师生共约2500人，是从6岁到19岁的13年学制。学术、运动、艺术，夜点学院在各个领域都相当卓越的顶尖教育机构，而所有学生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学生是被称为皇帝的学徒的奖学生。想要参加戴斯蒙德所属的家长会，那就是必须先成为皇帝的学徒和其家长。成绩优异或贡献突出的学生就会获颁星星奖章，集齐8枚即可成为皇帝的学徒。相反，成绩不好或者品行不端的学生会被给予雷电的扣分，累积到8道雷电就会被立即退学处理。黄昏听完后自行一笑，把阿尼亚培养成优等生，他只看到了不安的要素。另一边，月儿对穿着制服的阿尼亚直夸可爱，阿尼亚穿着就舍不得脱，见人就上去炫耀自己的新衣服。一旁带孩子的母亲羡慕月儿有个好女儿，这不禁让月儿有些感慨。虽然他们是薛血的家人，但是他也想为阿尼亚做点什么，于是自告奋勇晚上他来做饭。结果2人就被一旁的小混混盯上了，以为月儿是有钱人家的女佣，于是小混混绑架了阿尼亚准备勒索，甚至还想着扒了阿尼亚的校服卖钱。结果还没等他们动手，月儿飞来一拳将黄毛砸飞，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此时的小混混们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见对方身上没钱，于是拿起地上的南瓜砸向月儿，却见对方一个手刀劈碎南瓜，敢绑架他的女儿犹如此瓜。小混混吓得拔腿就跑，月儿把阿尼亚紧搂怀里，自责自己没用，不仅没有看好女儿，还把食材都摔得稀巴烂。月儿揉着月儿的头安慰她，她喜欢强大又帅气的母亲，还让月儿帮她特训，这样她上去就不会死翘翘了。于是等到晚上黄昏回家，就看见月儿正带着阿尼亚练拳。终于到了夜点学院开学的日子，这一项作战关系到东西方的未来，黄昏必须要把阿尼亚教育成精英，但其实对这件事他已经半放弃了。短暂的开场之后，开始公布分班结果了各班老师。黄昏事先篡改了分班名单，让阿尼亚和此次目标戴斯蒙德的次子达米安都被分到了3班。以奖学生为目标的计划 A 难以执行时，启动备用计划 B 好朋友大作战，让阿尼亚和达米安成为好朋友，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的作为陪同家长前往戴斯蒙德家和目标任务直接接触。毕竟阿尼亚在孤儿院长大，和小朋友的社交能力应该还不错。结果黄昏话一出口就被啪啪打脸，见阿尼亚盯着自己看，达米安以为对方看上他了，听到心声的阿尼亚气得扭头就走，而他身后正站着大型军事企业布莱克集团的大小姐贝奇，还有各界要员的子女们。看到情报库的黄昏眼睛都直了，没想到一听贝奇说自己幼稚，阿尼亚转头就不理人家了。3班的班导正好是舍监韩德森，接下来学生们会跟随导师参观学校，家长则是在会客厅等待。达米安炫耀着自己戴斯蒙德家的身份，立刻就迎来了大家的追捧。一听阿尼亚的父亲只是个心理医生，达米安立刻开麦嘲讽，身边的跟班更是将阿尼亚一把推开，气得阿尼亚想给他们一拳，但又想起母亲说过，因为一时冲动而动手的人算不上真正的强者，稍微受到别人的刁难还能一笑了之的人才是帅气的大姐姐，而且保持笑容就不会跟别人吵架了。于是阿尼亚咧开嘴角，露出了友好的笑脸，堪称嘲讽脸的笑脸瞬间气得达米安脸红脖子粗，区区平民丑女居然敢瞧不起他。倒是贝奇觉得阿尼亚这种从容的态度实在是太成熟了。作为众人追捧的小少爷，达米安哪吃过这种气，发誓一定要给阿尼亚好看，要把阿尼亚教训的再也笑不出来。背着珍珠的阿尼亚这一下是彻底生气了，见舍监带着同学们走远了，一拳就将达米安揍飞了出去。这边的骚乱很快引起了舍监的注意，虽然有贝奇解释，但阿尼亚确实动手打了人。见狡辩没用，阿尼亚想起母亲说过，当他要拯救朋友的时候才能使用暴力，于是借口是因为达米安踩了贝奇，他才忍不住生气的。贝奇感动的当场将阿尼亚引为挚友，自己忍气吞声，却为了朋友挺身而出，这是何等的优雅！但动手打人是不对的，而且打的还是戴斯蒙德的次子。于是阿尼亚在入学当天就得到了一道雷电的惩罚，这还是舍监出于阿尼亚优雅的从轻处罚。计划 A、B 同时失败，世界最强特工黄昏在合照上表情生不如死。
阿尼亚终于成功通过了1点学院的面试，黄昏的任务取得了初步成功。但谁能想到，阿尼亚在入学的当天就把目标人物戴斯蒙德次子给打了。这一下不仅和达米安彻底交恶，甚至还拿了代表退学的雷电。阿尼亚非常愧疚，觉得是自己搞砸了。黄昏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万一对方因此讨厌学校就不好了。只要任务还在，他就有义务让阿尼亚过上安稳的校园生活。于是只是嘱咐阿尼亚去找达米安道歉，他们能否和好，可是关系着世界的和平啊！阿尼亚干劲满满的下了校车，正好遇上从豪车上下来的贝奇大小姐。对方因为昨天的事情将阿尼亚当成了好朋友，好巧不巧的遇到达米安和2个跟班。达米安因为昨天那顿打，看到阿尼亚就气得脸红脖子粗。阿尼亚想要和达米安道歉，但话没说出口，就被看不惯达米安嚣张作配的贝拉拽走了。这让因为担心偷偷跟来观察的黄昏气得咬牙。出击行动在学校里小团体形成的时候最为重要，阿尼亚和达米安无论如何都得在今天和解。昨天阿尼亚动手打人的消息传开之后，大家都觉得她是不良少女，于是今天一到教室，阿尼亚就被孤立了。只有贝奇愿意和他做朋友，这让阿尼亚觉得学校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达米安摸着贴了膏药的脸，愤愤不平。作为党魁次子，名门之后，连他大哥都没打过他，他还是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感觉到达米安的视线，阿尼亚心虚的扭过头，然后在数学老师的催眠声中彻底睡死过去。第一天第1节课就打瞌睡，这让老师都觉得她是不良少女。下课后，阿尼亚猛地惊醒，继续去找达米安道歉，不然和平就危险了。贝拉以为他害怕达米安会找他麻烦，扑上去搂住阿尼亚，表示自己会保护他的。阿尼亚刚想说算了，就听见背后伪装成清洁工的黄昏内心大喊怎么能算了。于是接下来黄昏想尽了各种办法明示阿尼亚去道歉，甚至就连午餐上都用番茄酱写了道歉。阿尼亚倒也想去道歉，但每次都会被贝奇阻止。伪装成服务员的黄昏只好用广播叫走贝奇。见机会来了，阿尼亚鼓足气势冲到达米安面前，不过还没等他开口，2个跟班就跳出来提醒他，你要先攻击具有嘲讽属性的随从。达米安推开随从说我要自己上，结果一对上阿尼亚就怎么也开不了口。跟班儿边得意的等着达米安痛骂阿尼亚，边在心里边拍阿尼亚小短腿丑女的坏话。阿尼亚是能听见心声的孩子，顿时委屈的眼泪汪汪，但还是边哭边向达米安道了歉，表示自己其实很想和达米安做朋友。达米安瞬间被心花怒放的花瓣冲了一脸，居然因为打了他而反省大哭，这也太惹人怜爱了吧！小少爷满脸通红，第一次体验到心动的感觉，但他的自尊又绝不接受他对一个冒犯他的平民小姑娘心动。面对眼泪汪汪的阿尼亚，熟透的达米安大吼了一声绝不原谅，扭头就往外跑。围观的黄昏面如菜色的跪倒在地，完全不接受道歉。达米安好感度成谜，阿尼亚直呼学校好可怕，好朋友计划 B 失败，黄昏只得采取将阿尼亚培养成好学生的计划 A。可惜阿尼亚的脑袋实在不聪明，想要独行找答案，结果黄昏满脑子计划，约尔满脑子都是杀。头昏脑胀的阿尼亚赌气跑回房间不学了。约尔也觉得这样逼着阿尼亚念书不太好，成为奖学生并非他本人的期望，能开开心心上学才是最重要的。黄昏知道自己有些急躁了，面对阿尼亚，他总是容易失去冷静。约尔泡了茶，让黄昏休息一下。阿尼亚那样子总会让他想起小时候的弟弟，不过他的弟弟非常聪明，甚至会反过来教他念书，每次一夸他就会露出灿烂的笑容。获得姐姐的认可是弟弟念书的动力，所以约尔提议黄昏去成为让阿尼亚念书的动力，多去称赞他的努力。黄昏这才明白，任务想要成功，他要先成为一名理想的父亲才对，但他至今的表现都与父亲的形象相差甚远。约尔安慰他不会有问题的，毕竟在阿尼亚的心中，他可是满分的优秀父亲。在约尔的鼓励下，黄昏又振作起来。如果单纯的暗杀戴蒙斯的方法要多少有多少，但那样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得到对方的信任，和对方交心后，观察对方的想法和期望，耐着性子做这种枯燥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间谍。首先就从了解阿尼亚开始，黄昏就找阿尼亚谈谈，敲了半天门没反应，推门进去一看，阿尼亚趴在书桌前睡着了，嘴里念叨着要为父亲考第一。黄昏哪里还舍得责怪他，把阿尼亚抱上床盖好被子，不禁想象自己如果真的有家人的话，又会是什么样的。佛家一家其乐融融，而刚从邻居嘴里知道姐姐结婚的尤利却是如遭雷劈。6/5减3/2等于多少？阿尼亚信心满满的站起来，等于3/3。就算拥有读心的能力，但数学你不会就真的不会。本来按照本部的估算，阿尼亚4个月就能拿到8颗星星，成为优等生。黄昏端咖啡的手微微颤抖，别说是星星，他感觉2个月阿尼亚就得拿够闪电退学。但这种事情毕竟不能强求。今早他们在市政府的线人被抓，敌人的管制越来越严格，说不定在1点学院里都有人监视着。国家保安局以涉嫌间谍活动的名义逮捕了市政府财务部长。
目睹了全程的米莉去找小姐妹八卦。卡米拉问约尔是不是没把自己结婚的事告诉弟弟，约尔这才想起来自己完全把这茬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拿出和弟弟尤利的合照给同事们看，是个非常阳光的帅哥。国家保安局是以维持国内治安为主要目的的组织，他们为了完成目的，施暴、偷听、威胁、拷问都是家常便饭。市民称他们为秘密警察，人人避之而不及。而约尔的弟弟尤利就是一名秘密警察。尤利虽然年轻，但是审讯起人来却毫不手软，先甩出照片迫使海沃德认罪，但这次抓住的只是个收钱办事的小喽啰，只知道和他接头的是个西国的男人。尤利提起了千面间谍黄昏，这个男人是让国家陷入混乱的罪魁祸首，他们保安局的天敌。海沃德请求尤利放他一马，他只是外流纸张赚钱去玩女人而已，绝对不是什么政治犯。却没想到话一出口，尤利就将他的头摁进了烟灰缸里。他没有将自己的真实工作告诉姐姐，一是这份工作伴随着危险，二是不希望姐姐知道自己在做肮脏的工作。海沃德所做的事触犯了叛国罪，对他来说只是一张纸，却可能使大批国民暴露于危险之中。他深爱着他的姐姐，所以只要是为了保护姐姐所在的国家，他什么都敢做。约尔慌慌张张地跑来通知陪女儿看间谍动画的黄昏，自己的弟弟今天要来拜访，他非常害怕两人假结婚的事情被弟弟看出端倪。但黄昏那是谁？甚勇见了都得引为知己，他早就准备好了恩爱夫妻套餐，甜蜜的合照、情侣牙刷和爱心大床，看得两个人都忍不住脸红起来。晚上9点，尤利还没来，阿尼亚忍不住先睡了。加文班的尤利抱着一大捧玫瑰花，蹦蹦跳跳地走在路上，一想到要见姐姐，他被姐姐勒断了肋骨，就幸福地痛了起来。但同时又疑惑，姐姐结婚1年，为什么不告诉他？难道结婚对象是个大坏蛋？尤利暗自计划着，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好好会会即将见面的姐夫。同时，黄昏也打起12分精神，隐瞒自己的间谍身份，应付好即将见面的小舅子。约尔也在为守住自己杀手的身份努力着。每个人都有不能展现给任何人看的一面，顶着虚伪的笑容装腔作势，借此掩盖真心，隐藏本性。世界就是如此维系着和平。尤利按响门铃，伯杰夫妇开门迎接。100086个心眼的3人终于正式见面了。表面上大家都挂着热情的笑容，私底下却是暗流涌动。一个要分清对方的存在会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家庭，一个要评估对方配不配得上自己的姐姐。黄昏去做饭，把空间留给姐弟俩独处。尤利要在姐姐面前扮演好认真的公务员，约尔要在弟弟面前成为称职的妻子。尤利一上来就开门见山，表示自己不认可姐姐的婚姻。对方到底为什么结婚1年还瞒着他不说？关于这个问题，黄昏事前和约尔做过联系，实话实说就可以，毕竟单身女性受到歧视也是事实。但约尔了解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只会让对方更加怀疑。约尔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已经有了完美的借口，于是面对弟弟的质问，就见约尔张口就说自己忘了，他忘了自己结了婚，也忘了把自己结婚的事告诉弟弟。被姐姐蒙蔽双眼的究极解控尤利居然就相信了这么扯的说辞。即使黄昏的料理惊为天人，但尤利依旧对抢走姐姐的黄昏敌意满满，掏出葡萄酒就要把黄昏灌醉，揭发他的肮脏本性。尤利问他们怎么认识的，于是黄昏编造出了两人在服装店一见钟情，吃过几次饭之后决定交往的故事。多疑的尤利和审问犯人一样，问他吃过几次饭，吃饭的餐厅叫什么，第几次就能交往的，又为什么决定结婚，又是怎么叫对方的。一听黄昏叫姐姐约尔这么亲密的名字，姐姐或许还会叫黄昏洛洛。无法接受的尤利尖叫着给自己灌了杯酒。面对姐姐的时候，他的理智值基本为负数。尤利气闷地想，姐姐究竟喜欢黄昏哪一点？不就是会做饭又体贴，长得帅，1米8还是个医生吗？尤利越想越气，抽起酒瓶吨。这下黄昏算是明白了，他们一家的酒品都很差，于是赶紧转移话题，谈起了尤利的表面工作外交官，前阵子还去了一趟胡雅丽出差。于是尤利向两人谈起了胡雅丽的风土人情，什么连皇后都光顾过的咖啡馆。黄昏故意将话题引到胡雅丽的首都上，果然听到了自己想要的对话。店长爷爷做炖菜非常好吃的餐厅，在黑哲大道专卖店200达克买的葡萄酒。而这段对话是中国情报机构假说辞指南中的一段，出国时伪装的范例是完完全全的谎话，因为店长爷爷早就把店给了儿子打理，葡萄酒也涨价到了300达克，这种程度骗得了外行人，可骗不了他黄昏。他在听说尤利在外务省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怀疑了，毕竟外交官可以说是间谍的起点，而且经过调查，尤利担任外交官的迹象只到1年前，就去了情报部门，也就是说他这个小舅子的真实身份是他的天敌秘密警察。不过只要尤利没有对他的真实身份起疑，他就可以利用对方作为有力的情报来源，而且对方明显对约尔也隐藏了真实身份，出乎意料的好掌控也说不定。但念头一闪就被啪啪打脸，他依旧不认可黄昏当他的姐夫。他们家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姐姐为了他
拼命工作到伤痕累累，所以他发誓要尽早出人头地，成为保护姐姐的男子汉。唯一的亲人就这样被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抢走了，他不生气才怪。当然，他也希望姐姐结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对方必须是比他更能保护好姐姐的人才行。尤利质问黄昏能否胜任这个角色，黄昏面不改色，发誓会用一辈子守护到月儿最后。尤利心中一惊，黄昏居然这么爱自己的姐姐，他不相信对方绝对是个骗子，激动之时不小心弄翻了酒杯。月儿和黄昏帮忙收拾的时候，手不小心碰到了一起，两个人都脸红的避开了对方。尤利一看，你们都结婚1年了，碰个手的反应这么大，真的是夫妻吗？黄昏和月儿赶紧表示他们非常恩爱，口说无凭。尤利让两个人现在马上亲一个给他看看，不然他就去市政府撤销婚姻。经过了1秒的思考后，黄昏痛快答应，只是亲一下就能让任务进行下去，有何不可？但这对于连手都没牵过的月儿来说实在是太刺激了。说着，黄昏一把搂过月儿就要亲上去，两人难道要假戏真做了吗？小舅子逼着自己的姐姐姐夫在他面前亲嘴，为了证明他们是真的夫妻。黄昏为了任务能屈能伸，搂过月儿就要亲上去。月儿哪里受过这一种刺激，眼看黄昏就要亲上来，于是抄起酒瓶吨灌了半瓶，豪放的一抹嘴，表示老娘要上了。尤利嫌他们墨迹，被亲姐非常警告。月儿一把推倒黄昏，撩起头发就 A 了上去。眼看他们是真的要亲了，尤利却受不了了。小时候姐姐的亲亲是专属于他的，还说要等他来娶，怎么一转眼姐姐就要亲上别的男人呢？尤利崩溃了，他接受不能，于是朝着月儿狂奔而去，不要在他面前亲别的男人呐！月儿即便喝了酒，也鼓不起亲亲的勇气，扬起手对着黄昏就是一巴掌，结果正好击中了飞奔而来的尤利。尤利旋转着飞出去，砸在墙上，满脸是血的委屈大哭。姐姐居然这么排斥他，阻止他们亲亲吗？见俩人如此恩爱，尤利郑重地将月儿的嘴唇暂时交给黄昏保管。害羞的月儿对着尤利又是一巴掌，尤利再一次旋转飞天，满头飙血。姐弟俩颤颤巍巍的互相搀扶，黄昏忍不住笑了，觉得月儿和尤利真是一对好姐弟。这些年他们肯定也是这么搀扶着过来的。黄昏感谢尤利一直保护着月儿，今后就让他们一起让月儿幸福吧。尤利心动了，然后一把甩开黄昏，撂下狠话之后夺门而出。尤利走后，黄昏首先确认了家里是否被装了窃听器。月儿感谢黄昏能接纳尤利。黄昏看得出尤利非常喜欢月儿，没有任何亲友，就连女儿都是假的。黄昏发自内心的羡慕姐弟俩的关系。睡觉的时候，俩人对着夫妻恩爱的大床满脸通红，赶紧收拾好分房睡。错过和尤利见面的阿尼亚，第二天一大早就吃到了一口惊天大瓜，自己的舅舅居然是秘密警察，居然错过了这么让人兴奋的场面，阿尼亚后悔不已。风暴暂时过去，他们虚假的关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但黄昏却仍旧不放心。月儿有着一位当秘密警察的弟弟，他的身世背景却没有任何的疑点，看起来并不像知道弟弟的身份。但如果他知道弟弟是秘密警察，就应该不需要担心单身遭人怀疑才对。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月儿接近他编造出的谎言吗？听到了黄昏丰富的内心活动，阿尼亚想为月儿解释，但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能力，最后只能以月儿做的饭好难吃糊弄了过去。为了确认月儿是真的清白，黄昏借口整理领子给月儿装上了窃听器，吓得月儿还以为黄昏要亲自己，他亲又亲不下去，饭又做不好，完全没扮演好妻子这个角色。杀手的直觉非常敏锐，月儿发现了黄昏今天给他的距离感，觉得对方一定是在气自己没用。阿尼亚为父母的幸福操碎了心，上校车前还有两人相亲相爱。尤利顶着一脸伤去上班，柜子里全都是姐姐的照片。同事问他和姐夫相处的怎么样，尤利打死都不愿意承认黄昏是个好人，气得要把他当成间谍逮捕，但又忘了装窃听器收集证据。尤利悲愤欲绝，哐哐撞柜，万一让他听到姐姐和别的男人恩爱的声音怎么办？同事觉得尤利这么大的人了，应该从姐姐身边独立了。他们保安局的首要任务是抓到黄昏，但尤利打死都想不到，他要抓的最强特工黄昏正在泡自己的姐姐。觉得自己被嫌弃的月儿心情低落，跑去请教已婚同事怎样才能成为好太太。他第一次和男性交往，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连做饭都不会。月儿着急的想要扮好妻子的角色，对黄昏正在偷听这件事浑然不觉。科长出现打断了几人的摸鱼，让月儿去邮局帮他送信。为了获得关键性的证据，黄昏计划着主动出击。月儿从邮局出来，看见大门上贴着夫妻储蓄的广告。月儿想着，如果自己拿工作的钱补贴家用，是不是就能以妻子的身份帮助到黄昏了？但他们所面临的并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就在这时，两名秘密警察找上了月儿，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人妻的气质而被盯上。月儿急忙表示自己已经结婚了，然而对方并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是因为在月儿刚提出的信件上发现了西方
当间谍的暗号，心里的暗号就写着他的名字。约尔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间谍，被俩人一顿威胁，什么抓间谍的受不了严刑逼供自杀了，但只要有亲人是保安局的就能被保释，毕竟局内人员家属的嫌疑大部分都会被掩盖掉，但如果没有，约尔就要和他们去收容所了。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两个秘密警察就是黄昏和弗朗基假扮的，为的就是炸出约尔是否知道尤利的真实身份。如果知道，只要搬出尤利的名字就能安全脱身。面对如此情景，约尔并没有说出尤利的名字，只是坚定地表示自己并不是间谍，并一把放倒了想对他动手的弗朗基。黄昏警告他这样做可能会连累家人，约尔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她的弟弟和丈夫都是非常善良的普通市民，如果敢对他们动手，即使是秘密警察，他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至此，黄昏的怀疑已经全部消除，借口看错了暗号放走了约尔。怀疑约尔让黄昏有了罪恶感，弗朗基告诫他千万不要投入不必要的感情，他们这种人绝不能相信任何人。被戳中心思的黄昏赌气的一把扯下了弗朗基的帅脸，被搞了这么一出的约尔心情更加低落，别说做贤妻良母了，他差一点害得福杰一家家破人亡。晚上偶遇黄昏下班，黄昏又借口整理领口拿回了窃听器，连自己的外表都打理不好，约尔越发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妻子。黄昏安慰约尔，这世界上很多家庭都是扮演角色的生活，丈夫应该这样，妻子应该那样，为人父母应该怎么样，但他们没有必要为了扮演角色而迷失自我。他希望约尔能保持自己的样子，毕竟一直演戏也是很累的。约尔真心实意地和黄昏道谢，并庆幸自己的结婚对象是黄昏。黄昏自己都没察觉的心动了，他捏碎了窃听器扔掉。今天是他们名义上结婚1周年纪念日，于是顺路买了蛋糕。阿尼亚放学回家后，发现父母又和好如初，今天又是幸福的一天呐。如何成为像射箭一样优雅的老师？5点半就起床晨跑，对着校长雕像行礼，洗澡，将皮鞋擦得锃光瓦亮，穿好西装，再优雅地给自己煮上一壶茶。小学生进入1点学院的大门后，将日复一日的体验并学习优雅，让传统得以维持并传递下去。本校就是为了让这个国家的未来栋梁变得优雅而存在的。达米安忧愁地看着只有他孤零零一人的入学合照，跟班们抱着学校相册讨论达米安优秀的兄长。不过达米安的马屁也是一点没拉。达米安这么优秀，肯定是他们学校第一个拿到星星的人。最近的机会就是在下周班级躲避球对抗赛，据说只要成为本场 MVP 就能获得1枚星星。优雅的射箭优雅的来到教室上课，不优雅的阿尼亚和不优雅的达米安日常不优雅的吵架，射箭的优雅的教师生涯遭到了极大的挫折。躲避赛获胜就能拿到星星的传闻很快就在班级传遍了。阿尼亚回家将消息告诉了黄昏，约尔干劲满满要教阿尼亚必杀技，当然他不擅长球类运动，只是单纯的会把人撕碎的丢出去而已，这和躲避球差别不大吧。在黄昏担忧的目光中，阿尼亚的特训开始了。首先锻炼体力，阿尼亚的表现像极了体测时摆烂的我。约尔示范丢球的要领，一击飞出将大树拦腰切断。总之一系列艰苦的特训后，决出胜负的一天终于到了。阿尼亚自信满满，撑过了母亲毫不留情的特训，必杀技的名字也想好了，他一定会拿到星星，完成父亲的任务。由于是班级间的对抗赛，阿尼亚和达米安成了队友，两个人依旧各种看不惯对方。达米安发誓要在这场比赛中拿到星星，和大哥一样成为皇帝的学徒，不然他的父亲根本就不会理他。由于体育老师请病假，射箭担任起了代课老师。3班和4班之间的躲避球大战正式开始。想要赢得比赛拿到星星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4班的队伍里有着一个劲敌，司令部少校的儿子，体型堪比成年人的肌肉壮汉比尔。对方靠着得天独厚的体格和头脑，从幼儿园时代开始就在各类球技大赛中称霸的常胜魔童。比尔一球扔出，3班4个人被击中出局。比尔自己一笑，为了这次的比赛，他可是进行了充足的锻炼，每条球路都经过了完美的计算。他可是未来要成为陆军英雄的男人。吐槽一贝奇被比尔轻轻一球送下场，但达米安也并非毫无准备，他和跟班同样接受了严苛的特训。虽然都是在儿童设施上，然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技巧都如同虚设。比尔动都没动就接下了达米安投出的球，并以10倍的力道奉还，恐怖的球直冲达米安而来。跟班艾米尔义无反顾地扑上去，用脸接住了比尔扔来的球。他知道达米安是有很多优点的，虽然现在想不出来，达米安永远都是他们的 MVP， 直到最后都不能放弃希望啊！最后3班只剩下了3人，比尔首先将目标瞄准了阿尼亚，
读心术让阿尼亚很轻松地得知了比尔瞄准的方向，在球打来之前就能提前进行躲避，一次都没打中的比尔气得扭曲。既然如此，就只好使出他专门对付四处逃窜目标的绝招了。接招吧，导航滑球攻击！阿尼亚动都没动，球擦着他击中了身后的倒霉蛋。比尔大受打击，他的球路已经完全被阿尼亚看穿了。这个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从某种意义来说，阿尼亚确实把比尔看穿了，就连达米安都对他刮目相看。然而阿尼亚没注意到身后的球不小心摔倒，比尔立刻抓住机会全力反击。无论再怎么厉害，这个姿势肯定躲不过吧？去死吧！面对女孩子居然全力得球，眼看阿尼亚避无可避，一定会被击中。达米安原本打算袖手旁观，但在球向着阿尼亚飞来的瞬间，他还是挺身拦在了阿尼亚面前，用身体为阿尼亚接下了这一球。不过他也因此被击中出局，失去了成为 MVP 的资格。阿尼亚对达米安的态度瞬间改观，达米安居然保护了他，他是好人吗？如今三班只剩下阿尼亚一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是时候使出必杀技了。阿尼亚想起约尔的教导，丢球就是要使出全身的力量，把球想象成一支光剑，然后扔出去。阿尼亚无比严肃地摆好姿势，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散发出的魄力。达米安觉得只要能将打字的力量用上，阿尼亚肯定能赢。在比尔紧张的等待中，阿尼亚一脚踏出必杀，抓住星星的光剑。球高高跃起，非常不给力的跳了几下，滚到了比尔脚边。比尔捡起球对着阿尼亚当头一丢，比赛结束，4班获胜。达米亚目瞪口呆，我就保护了这么一个玩意儿。比尔拿到全场 MVP， 不过这场比赛并没有什么心情，反倒是比尔在比赛中口出恶言，不给雷震就不错了。舌尖又看向阿尼亚和达米安，这场比赛让原本仇视的人齐心协力面对困难，值得给予星星表扬。结果下一秒，两方再次吵得不可开交，至今阿尼亚和达米安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阿尼亚的成绩到底有多差？所有成绩全都是个位数，考得最好的居然是7分的数学。老父亲黄昏头都大了，一把逮住想要逃跑的阿尼亚，逼他学习。想要参加目标任务所在的联谊会，阿尼亚就必须考出好成绩，成为皇帝的学徒。然而阿尼亚现在的成绩差成这样，拿到星星简直难如登天。不过黄昏不知道的是，阿尼亚这次考试这么差，是因为读心作弊读错了答案。他决定今后花时间去调查班上同学各自擅长的科目，考试时找准目标读心作弊，绝对能得满分。黄昏此时想的同样是作弊，通过做手脚把阿尼亚考试成绩改为满分很简单，但是如果突然考出高分，只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要是被朋友疏远，还会影响他学习的能力。阿尼亚一听这个，也熄了作弊考满分的心思。见阿尼亚心情低落，黄昏决定让阿尼亚转换一下心情，干点别的。但谁能想到阿尼亚干啥不行，画画一团糟，拉琴像剧情，跳绳都能把自己捆一起。黄昏赶紧让自己冷静，必须要仔细观察，发现阿尼亚的优点，而且任务目标也不会立刻行动。但一想到总部让他4个月就拿满8颗星星，黄昏的脑壳又开始疼了。还好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星星的途径，那就是社会贡献。于是黄昏带着阿尼亚来医院当志愿者，长期从事支援工作或救人和协助抓捕罪犯都能获得星星，就算拿不到星星，也能培养一下阿尼亚的社会贡献。但黄昏万万没想到，阿尼亚是真干啥不行，打扫房间摔碎花瓶，整理图书馆看漫画，端饭都能撒一地。最后打杂做腻了，非要跑手术室给医生递刀子，忍无可忍的院长直接把2人赶了出去。通过社会贡献获得星星的途径也不行，黄昏感到希望渺茫。而就在此时，一个腿上有伤的男孩不小心摔进了附近泳池里，无法张嘴呼救，眼看就要淹死，而周围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男孩的求救声被阿尼亚捕捉，但又怕自己说出来会被黄昏怀疑会读心，只好借口想游泳朝着泳池跑去。找到人之后，二话不说跳下了水。然而他的水性也没有多好，人还没救上来，自己也差点溺水。还好黄昏眼疾手快，把2个孩子一起提了上来。因为溺水反应，小孩子在溺水的时候其实是很安静的，如果不是阿尼亚发现的及时，男孩真的会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溺亡。而阿尼亚救人有功，被学校颁发了星星作为奖励。黄昏揉着阿尼亚的脑袋，自豪不已。阿尼亚用自己的力量帮到了别人。不过月儿妈妈的做饭奖励还是免了。阿尼亚距离成为优等生还有7星，距离被开除还有7雷，大家的尊敬度加100。黄昏伪装成老爷爷，在地铁站和管理员接头。阿尼亚自己能得到星星，就不用其他特工，自动自导自演了。最近几家和戴斯蒙德相关的企业可疑资金流动增加，必须要尽快和戴斯蒙德接触。管理员提出可以奖励阿尼亚，提升他的动力。得到星星之后，阿尼亚整个人都嘚瑟了起来，非让贝基叫他星光阿尼亚。因为是年级第1个获得星星的人，阿尼亚成为了大家的焦点。贝基为阿尼亚感到开心，觉得他一定能交到很多好朋友。
一想到达米安会对自己刮目相看，甚至邀请他去自己家玩，阿尼亚就兴奋不已。结果达米安还是那股拽上天的样子，世界再次陷入危机。而且学校里也不全是羡慕和敬仰阿尼亚的孩子，有的觉得阿尼亚肯定是使了什么手段，或者给学校塞钱了。却没想到这时达米安却为阿尼亚说话了。达米安虽然不甘心被抢先，但阿尼亚确实是堂堂正正得来的星星，这也让阿尼亚对达米安的改观了不少。午餐的时候，贝基问阿尼亚想没想好要什么奖励。他考试考得好的时候，家里就会给他买很多奖励，什么房子、飞机、坦克。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的快乐。而阿尼亚最大的愿望只是想要1年份的花生。贝基说，最让他高兴的奖励是一只狗狗，正好达米安的家里也有狗。于是阿尼亚计划着进行狗狗联谊，让世界变得和平。回家就和黄昏说了这件事。不过黄昏和月儿考虑的都是凶猛的大狗，一个想要狗看家，一个怕闺女被狗咬死。阿尼亚害怕极了，他只是想要一条可爱的小狗而已啊。与此同时，在一家关满了狗的房间里，一只黑爪爪的大白狗似乎预知到了和佛杰一家的相遇。这个普通的老妇人其实是个间谍，她会在店里贴出街头请求，等待同事来接取任务。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10多年，她真心的期望有一天自己不会再被需要。黄昏，西国最强间谍正在执行揭露敌国战争阴谋的肖行动，他伪装成医生，在当地组建家庭，潜入一所学校，任务顺利的进行着。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从孤儿院领养的女儿阿尼亚其实是独行的超能力者。为了让自己单身不会被怀疑的公务员月儿，其实是个身手矫健的杀手。间谍、超能力者、杀手3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隐瞒身份，平凡的生活在了一起。又一次的任务做完后，黄昏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除了固定的任务，他每天还要额外完成几个突发任务。回到家后还要扮演虚假的家人，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累的。而他早出晚归，忙碌到不正常的行为，很快引起了最强八卦队邻居大妈的注意。佛姐一家很少一起在人前露面，导致大妈怀疑黄昏不是出轨就是失业了。暗中观察的黄昏直呼大意，忙于执行别的任务，却忽视了扮演家人。在伪装行动中，周围的丝毫怀疑和不信任都足以致命。于是黄昏狂奔回家，叫上老婆孩子，周末一起去水族馆玩。不过在那之前，他得先把自己的任务处理好。007的后果就是周末的黄昏已经是被一副榨干的样子了，在邻居面前还要扮演美满普通的家庭。一家3口来到地铁站，黄昏眼尖的发现便利店又贴出街头请求，顿时感到大事不妙。果然今天又有了新的额外任务。黄昏坚定地表示自己不接，要陪老婆孩子去水族馆。这不巧了吗？任务地点正好是水族馆。新型武器制造法的情报今天会在水族馆进行交接，这一项情报要是落在恐怖分子手中，不知会有多少人因此丧命。阿尼亚兴奋地在水族馆里又蹦又跳，一脸肾虚的黄昏最后还是接下了任务。不过让邻居看到他们家庭和睦的目标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只要挨过突发任务就行。但谁能想到邻居一家居然也来了水族馆？月儿为了假装普通，主动邀请邻居一起逛。黄昏雪上加霜，只能盼着赶紧完成任务，回到休息日模式。情报中说，他们让一只企鹅吞下了装有胶片的胶囊，走私了进来。接受人还没有现身，无论如何都要藏在敌对组织面前收回胶片。于是黄昏提出去企鹅乐园看看，但谁能想到企鹅乐园里有整整200只企鹅，到底哪个才是任务目标啊？根本没有时间一一检查，而且接收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现形。发现了黄昏正在执行任务，好闺女阿尼亚集中精神去读企鹅的心，很快发现一只不对劲的企鹅，对方不停地喝水又吐出来，很可能是嗓子里卡了东西。被阿尼亚提醒之后，黄昏借口买饮料离开，假扮成了第一天上班的饲养员，混入了企鹅馆。只能说不愧是最强特工，只是大致看过一遍名字之后，就完美记住了所有企鹅的品种、花纹以及名字。不过还没来得及接近任务目标，他就先被一群贪吃的企鹅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能早点回去不惹怀疑，黄昏抢过鱼桶，飞快地给企鹅分发好了食物。他早就通过观察老鼠的动作，记住了每只企鹅的进食方式、习惯以及群体的站位。主人惊呆了，现在的新人都这么卷的吗？成功控制住了局面之后，黄昏借口去诊疗室带走了目标企鹅。果然发现这倒霉孩子嘴里卡着东西，脚底也有记号。而正当黄昏打算将东西取出来的时候，一个自称海洋生物研究所的教授出现，要带走企鹅，并向他出示了证件。黄昏淡定地接过证件，闻了闻，再用水一抹，证件上的字很快就花了。很明显，证件是伪造，身份被识破。男人大惊失色地从怀里掏出枪，被黄昏用水桶击落之后落荒而逃。黄昏抱着企鹅腾不出手，只好咬牙放弃追击。这一幕被偷偷跟来的阿尼亚看见，男人逃走之后，准备去通知伙伴杀人越货，突然身体一沉，阿尼亚整个人都挂在了他的身上，并朝着月儿大喊：“母亲，阿尼亚被诱拐了！”月
尔大怒，对着男人一记正义铁脚，使其自挂东南枝。路过的黄昏都惊呆了，在一家3口的合力之下，胶片被成功回收，还从被捕人那里问出了恐怖组织的情报。但黄昏迟迟没有回来的行为，再次引起了邻居大妈的怀疑，这个渣男绝对是出轨了。好在黄昏及时抱着企鹅玩偶回来了，解释场馆里有企鹅名字赢奖励的挑战，他想赢玩偶送给阿尼亚，挑战了很多次才成功，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阿尼亚默默盯着说谎不眨眼的黄昏，明明他一次就成功了。约尔觉得较真的黄昏真可爱，邻居也成功对黄昏改观，原来还真是个长得帅的好父亲啊！黄昏脸上笑嘻嘻，心里秒肾虚，小的行动勉强稳住了阵脚。他已经受够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计划着请个长假好好休息。回家就看见了笑眯眯的老婆孩子，刚冒出的念头就被自己掐灭了。在没有创造出让孩子们不会哭、没有战争的世界之前，没有时间给他休息。至于那个被黄昏冒充的新人，刚醒来就被告知升职，主任点着头，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的了。得到了新玩偶的阿尼亚回家后玩起了间谍游戏，拖着大企鹅参观基地，还想偷偷潜入父母的房间。要知道这2个，一个杀手一个间谍，房里能有好东西？黄昏一把拽住阿尼亚，生气的训斥了一顿。阿尼亚委屈的哇哇大哭，嚷嚷着要离家出走。黄昏当真了，情急之下拖过企鹅玩偶，开始阿尼亚最喜欢的角色扮演。夫妻双双被阿尼亚拉去大街上丢人。之后阿尼亚买到了花生，心情好转，福杰一家成功度过危机。间谍过家家第1季完结。